很浮夸，你们看这个配色，神仙配色，喜欢 Hermes 的女性朋友们会非常喜欢的颜色。他们的灯太可爱了吧？不是坐在墙上什么灯？哦。然后以及呢，这边附有的浴缸，据说这浴缸要价要100万。浴缸看多夸张，非常适合各大网美来这边拍片。他们做的这个莲蓬头也非常可爱，开的，而且他们家的马桶真的是跟其他家硬生生完全不一样真的是非常欢迎你来上它的一样。按订阅不用钱啦。Hello， 大家好，我是企鹅。今天我们的所在位置在台北市的忠孝附近旁边。今天要开箱的是富乐居酒店。听说这边是由陈瑞宪老师所设计的一个饭店。因为这家饭店呢，总共整栋大楼只有12间房间，它一个晚上要价要台币21000块左右。我们今天住的房型是这间饭店最高级、最高楼层的12楼。然后再来开咯。哇，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非常的漂亮啊？然后今天呢，他们家设计欧洲后现代的风格，然后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有那种中古世纪的感觉。大家如果看什么《冰与火之歌》或什么《猎魔者》那种感觉。我们现在所在是玄关，这边呢一进来就会有食物的收纳空间，它收纳空间非常特别。它收纳空间呢是这种拉起来。勾下来的，然后呢可以往上拉，非常的有艺术气息。然后呢，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把它勾回去，这个勾把它点回去。然后一进来呢，玄关就有一个很大片的全身镜，虽然不是那种一大片的几片长形的接在一起，但是已经还蛮不错，蛮适合拍照。这边就附设有浴衣跟几个衣架，还有它的雨伞。因为其实我开过这么多饭店呢，虽然他们的价格平常话一晚是2万1。然后因为今天呢疫情的关系等原因，还有今天是平日，所以今天一晚是8000块左右。玄关走进来呢，小客厅的概念，有我们的功能区、小吧台，附的饼干真的是我会吃的有一些饭店不是会附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饼干什么，自己个人不爱吃，所以我自己不爱，只能这样讲。大家讲话要婉转一点，不要太犀利。他们家用的家具真的是很高级，然后整个开起来都很有一个格调的感觉，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什么饭店很贵，感觉住起来没什么差，其实差很多。你们光看这个地板，听说这个是用比利时的地毯，都非常浮夸。看它的椅子是怎样？我住过这么多饭店，然后没遇过这种椅子然后它的软硬度呢，我觉得差不多是6，是偏硬的，毛绒感觉，坐起来蛮舒服。我175公分，它这样坐下来，可以刚好全部靠在椅子上，就不会这样很烂软的感觉。这间的房型呢非常特别，是采一个床前面有一个小客厅，55寸的液晶电视，奇美的。然后这边还要用雅马哈的高级的音响，好高级都是木的。你看现在木头多贵啊，很厉害。现在这边都是做一个亮面的材质，所以会反射整个地板，稳扎稳打，好重像我家桌子就太便宜，就是随便翻就会倒那种，然后这个是。很重，不知道几公斤。然后这边的沙发呢，也是感觉很厉害。这一家的沙发坐下去的缓冲力可以缓冲到几乎感觉不到那个板子，虽然还是有一点点感觉到。这有一个工作室，做我的文书处理或是剪片之类的又可以看电视，又可以边工作边听电视的声音什么的。他们家连时钟都别有一番风味，你看，超美的不是像是那个万豪酒店金玉堂买得到时钟，这是很高级自己做小片，对不对？对。它这件还有附一些，是他们自己附的吗？我不相信。Underline 光笔立可白，他们床是少数做这个围的，他们是采一个 king size 的双人床，很浮夸。你们看这个配色，神仙配色，喜欢 Hermes 的女性朋友们会非常喜欢的颜色，橘色很高雅的感觉，躺起来是不一样然后他们的枕头呢？它塑造型能力很高，你看很厉害，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个人是很爱这种，它不是那种随便买的枕头我甚至比人家高阶一等。前面这一颗软硬度的话，差不多1到10的话，差不多是5，又可以有那种可塑性。然后以及这一颗的话呢，就差不多是比较硬一点，软到硬的话，差不多是6。棉被的话，软硬度我也觉得蛮刚好的，而且它这个说不上是软，它就是个小毯子的感觉。它又非常大件，差不多是7。他们这也非常不错，还放一个宣德利益。他们的灯太可爱了吧？不是坐在墙上什么灯？宣德利益被关起来了，然后这边的窗帘呢，这边就没什么景可以看，我觉得，因为这边有做富乐居 外面的那一层，所以呢看不到外面的景。
我觉得他们非常贴心，就是他们浴室跟睡的地方虽然在旁边，但是他们有做这个帘子，想要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关起来，或是想要空间比较宽敞的感觉，就可以把它拉回来。这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之前住过澳门的酒店呢，都是这样敞开式的，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没有被密闭的感觉，我自己会睡得不太好。然后这件是我想到这一点，是觉得蛮可以值得开心的。然后以及他们的厕所呢，都是采一种就是非常欧式工业风的感觉，这也配有很多备品。然后他们家的备品呢，采一种雅雅的感觉。好，我们来开箱一下他们的吹风机，好，也是 Panasonic， 好像蛮多高级饭店他们都是用这种。我觉得还好，它马力就是我觉得没有到很强，但是风力是够的。然后以及呢，这边附有的浴缸，据说这浴缸要价要100万，感觉就很像什么蔡依林的 Pray 我 Pay 啊，或是泰勒斯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用的浴缸，你看多夸张，非常适合各大网美来这边拍片。他们做的这个莲蓬头也非常可爱，这个电话的概念到底要多有雅致？这是种很可爱的水龙头水的范围有点小，水力的话1到10的话差不多是6，没有到很大。大家再来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他们家我觉得蛮厉害，是厕所。对我介绍厕所是不是要换一下美浴？接下来我们就要拍我们的厕所部分，虽然我刚才已经拍过一点点了，没办法，因为今天就是一体成型的概念，然后呢介绍得太顺了。他们家浴室比较，我觉得比较粗一点的感觉，套起来有点热，感觉非常的保暖。你看，一打开它就直接开了，而且他们家的马桶真的是跟其他家硬生生完全不一样真的是非常欢迎你来上它的一样。他们的免治马桶竟然是这种设计，跟其他家又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这边还非常的典雅，然后这边坐起来感觉呢也不会沉下去，然后是算平的那种。再看他们的卫浴设备，打开，好重哦，好实哦。停伞也是跟他们家一样的风格，就是欧洲工业风的感觉，一样采用那个像可爱的电话杆。水的范围一样比较小，水力的话没有很冲，就是不会到很大，差不多是6，有点湿湿的感觉。然后比较可惜的是他们是冷热分开的。好，这个是洗发露，他们家真的蛮高级的，这个感觉是别有一番设计过。然后呢，是比较勾的感觉。好香哦，超香的，好喜欢哦。是什么味道？它是草本的味道，说起来也是非常好。大家看一下，有点颜料的感觉。但是我们非常喜欢这味道，草味很重，木质调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喜欢木质调的味道，所以这家我蛮喜欢的。洗起来感觉呢，蛮好洗的，而且通常别家洗起来，通常别家都是洗起来会滑嫩感觉，然后这家我觉得蛮喜欢，就是这就洗干净的 feel。沐浴露，也是很勾的感觉，味道是一样的，然后抽起来也是像颜料，因为上次是。又像颜料，然后又比较没那么好洗。然后这家洗起来感觉呢一样好洗，我觉得。如果好洗程度1到10的话，10是很难洗，差不多是5。洗起来非常的舒服，因为我实在不喜欢那种洗不干净的感觉。然后这家呢，像我上次说，也没有到很滑，但是也没有到很干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中间值。然后我们今天呢已经开箱完了我们的富乐居的富乐客房，真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些人会说这么贵哦，风景没有到别家那么好，但是其实他们用的家具或是背板，或是你们看地板。他们都是有用心在做设计的，抬起来就非常实的地板呢，以及这边大理石也都是一个相当需要花费的支出。如果你用比较烂的地板，就可能抬起来不舒服，或是有一些隔音的问题等等。刚刚开箱的整体下来呢，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是合理的。如果一晚8000块的话，其实我觉得蛮值得的，因为它地点就在很多人喜欢的东区或者去西门町北车都是非常方便的。比较可惜的是这边，因为它一层楼，总共只有42间房间，它比较没有。像其他饭店一样，什么其他设备等等的像这边就没有健身房，只有跟外面有做配合。但是整体服务下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像我刚刚要去买饮料的时候，忘记带雨伞怎么办？柜台人员就非常好心的跟我说，那雨伞可以借你啊，因为他们就会帮你把门打开，因为那门有点重，所以这服务我也觉得蛮好的。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我要拍影片什么的。除此之外呢，泳池就开到晚上9点比较可惜，然后今天就没有拍摄到。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拍他们的泳池。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就帮他喜欢，然后帮我分享出去给你朋友看一下，位于台北市忠孝复兴旁边的富乐居有多好，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它的设计感而言以及它的家具都是蛮好的。你们看这住下来多美啊！随便拍一张照片，灯多像在出国好像在荷兰或是什么，非常漂亮。